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尼古拉特斯拉去世之后的研究成果——气象武器。在1943年呢，特斯拉去世之后呢，政府特工呢就查封了他的研究成果。那几十年之后呢，阿拉斯加出现了一个叫 Hyper 的一个气象武器，它是由180根天线呢向电离层发射能量。军方呢称之为研究，但是解密的文件呢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特斯拉呢，本应该献给世界伟大的礼物，却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尼古拉特斯拉呢，早期呢是建立了一个沃登克里佛塔嘛，之前我也讲过，这座位于长岛190英尺高的塔呢，不是用于无线电信号的，而是用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无线电能量传输的。这并非是理论测试，因为它在1893年的时候，世界博览会上就展示了无线电的能力，它点亮了没有电线的荧光管。当时的人群呢惊叹不已，而尼古拉特斯拉相信呢，地球是可以像电路一样导电的，秘密呢就在于地球上方的电离层里，一个可以带电的大气层。它是从50英里的高空开始通过这个大气层呢注入电磁能量，你可以创建一个覆盖全球的共振系统。特斯拉想以地球共振频率相匹配的频率呢来推动大气层，这将产生环绕地球的稳定波。巧合的是，地球的共振频率呢是 7.83 赫兹。这一点呢，在1954年得到了证实，而尼古拉特斯拉呢怀疑这一点，但并不确定。他当时呢是需要资金来维持继续的研究。摩根家族呢最初是资助了这个项目的，但当他们知道尼古拉特斯拉想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免费电力的时候呢，他们撤回了资金。于是当时的摩根就问道：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电力的话，我们把电表放在哪里呢？没有了摩根的支持呢，尼古拉特斯拉在20世纪30年代就破产了。之后呢，特斯拉就宣布了一种摇力，媒体称之为死亡射线的东西。特斯拉说呢，它可以产生一道看不见的能量之墙，能够摧毁数百英里外的飞机和军队。在1943年呢，尼古拉特斯拉去世，而美国政府呢，当时迅速采取行动，他的全部资产呢都被装进了政府的箱子里面，而尼古拉特斯拉的梦想呢也随他而去了。但他的研究成果却落入了那些有权力的人的手中。之后呢，军方悄悄地继续了尼古拉特斯拉的工作，一些研究成果呢，居然被送到了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它隶属于尼克计划。这是一项呢于1945年启动的最高机密行动，截止在研究尼古拉特斯拉的粒子光速武器嘛。而尼克项目的细节呢，现在仍然是保密的。该项目呢已经正式放弃了，但是粒子束研究呢仍然在继续。而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呢，于1958年启动了跷跷板计划。就像尼克计划一样的，跷跷板计划多年来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资助，但是最后呢也悄悄地关闭了。在此期间呢，尼古拉的粒子束技术呢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多年之后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呢和美国空军呢在阿拉斯加居然打造了一个昂贵的秘密设施。军方声称呢，该设施呢仅用于研究，但是这与专利所说的是不符的。因为在1987年的物理学家伯纳德·伊斯兰呢，就提交了一项名为改变地球大气层、电离层和磁层区域的方法装置的专利。该专利就描述了一种可以使用无线电波加热特定的电离层的部分设施。伊斯兰德呢并非独自工作，他呢是阿科技术公司资助了这项研究的。而阿科呢在阿拉斯加北部呢是拥有大量的天然气体储备的。但是呢，当时因为没有买家，所以他们就将这个伊斯兰德的发明呢视为是将天然气转化为有价值东西的一种电力途径。而伊斯兰德的技术呢是需要大量的电力的。于是呢，这个阿科呢最初于1984年呢希望为这个阿拉斯加的北坡呢无法出售的这个天然气寻找用途，所以这项技术呢就诞生了。而且呢，它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呢可以被释放到大气层中，目标呢是特定的区域。这种能量会激发带电粒子，加热它们并改变它们的性质。那加热的区域呢，就会立刻像一个光学透镜，但它不是弯曲的光线，而是弯曲和重定向的无线电波。这就包括了雷达信号地球高层大气中的自然电流就像是在全球电路中插入了一个电阻器。而这个透镜呢，可以在距离发射地点数千英里的地方产生影响。那在这个伊斯兰德提交专利申请1年之内呢，阿科就获得了一份在阿拉斯加建造类似设施的一个合同。当地居民呢，在1988年的3月的欧米杂志上就读到了相关报道，于是他们就开始担忧嘛。但是军方简称呢，他们正在建造一个研究设施，仅此而已。于是呢，他们没有相信，他们调查了伊斯兰德的专利，其措辞非常明确专利应用呢是包括摧毁导弹、信号控制、
干扰，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可能改变天气，以及最终呢将高层的大气的一部分呢进一步的推向太空，希望呢能够在那里呢偏转导弹的轨迹。而这些呢都是伊斯兰德的原话，这并非是一项用于电离层研究的发明。那随着研究局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之中的崛起呢，军方们不仅仅是在研究天空了，他们也是在将天空呢当做一种武器了。当时呢，世界各地是有几座高功率无线电线的，但与这个 Hyper 这个设备相比呢，它们就像是儿童玩具枪与这个50厘米的大炮的差别。当地的居民就发现呢，研究局和空军呢正在阿拉斯加建造什么，他们要求得到答案，但是军方承认建造了可能影响大气的天线，但坚称呢他们使用的技术与这个伊斯兰德的专利不同。但伊斯兰德后来证实了军方对他的工作有兴趣，他在2007年去世之前呢，他就说这个 Hyper 天线秘密设备呢是实现像我这样计划的完美第一步，它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工具，以取代某种大气热核装置的电磁脉冲效应。这仍然是一些规划者应该考虑的选项。它可以取代巨大的极低频的潜艇通讯系统，它可以取代曾经计划在当前位置建造超视距的雷达系统，并用一个更精准的系统取而代之。所以工程师们是很清楚的，他们建造这个设备跟这个伊斯兰德专利之间的技术应该是有相似性的。直到1993年呢，空军已经建造了一台可以将天气变成武器的机器，他们很兴奋地展示了他们的成果。军方就说我们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能量人为地影响地球的极光。我们知道极光的爆发确实会改变天气模式，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就表明高层大气事件会影响低层大气的天气，反之呢则亦然。所以美国空军就发布了题为《天气作为力量倍增器掌控天气》的报告。他们就说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军方对天气修改作为作战工具的一个评估。该报告就指出呢，天气修改呢将成为国内和国际安全的一部分，并可以单方面的进行，它可以具有进攻性和防御性，甚至可以用于威慑的目的。而天气战呢并非是一个新鲜事了，因为早在越战期间呢，美国就进行了波帕伊行动，通过人工降雨呢来延长敌方补给线上的季风季节，他们称之为给那个敌方的后排呢造泥巴，而这不是战争。那多年来呢，用电力来造雨的想法呢一直被认为是阴谋论，但是现在的迪拜呢正在酷热的沙漠中通过无人机呢用电力打击云层来制造降雨了。所以说天气呢是一个混沌的系统，在混沌的系统中呢，以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引发更大的事件。经典的例子呢就是蝴蝶效应，蝴蝶小小的扇动一下翅膀，居然可以引发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而这个 Hyper 设备呢，就是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强大的蝴蝶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电离层正在发生什么。如果他们选择正确的频率将雨流推向太空呢，那么能量很有可能从电离层放电，沿着无线电波速返回并撞击地球，那将是雷电释放能量的100倍。所以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呢，在1972年就提出了这个概念。他的观点就是像蝴蝶这样微小的东西也可以引发一系列最终导致龙卷风的事件。所以这个 Hyper 的设备不需要匹敌自然的力量，它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地点进行微小精确的推动呢，就有可能引发灾难。比如说改变天气，通过特定的频率发射无线电波呢，产生能够深入地球和海洋的低频波。而这种低频波呢，可以用于各种军事应用，包括寻找地下基地隧道洞穴系统所以它是一项新的领域的前沿一种解决旧问题的方法。这些低频波呢，在1到100赫兹之间来回震荡，就好像在自然的大气共振的范围内。然后呢，当科学家们研究地震时呢，他们关注了2个因素，构造了应力和共振频率。他们就说每个物体都有其固有的振动频率，比如说金属、岩石、你的身体，将物体暴露在固有的振动频率下呢，会放出大振动，有的时候振动会变得非常的强烈，以至于损坏物体，就像是我们的声音可以震碎玻璃一样。这就被称为是共振频率诱导材料破坏，它也适用于一些大型的物体。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呢，就是1940年塔克马海峡大桥的这个倒塌了。当时呢是风以桥梁的共振频率吹过，产生的共振将其撕裂。所以科学家也说地球的板块呢也是有其共振频率的，断层呢是地壳中的裂缝，当它们相互挤压时，就会积蓄出巨大的张力。正确的触发因素呢可以释放这种张力。所以在1983年呢，用30瓦的功率进行了无线电断层扫描，寻找地下的石油。而当时呢，9个州的范围内都发现了26口油井，准确率达到了100%。这仅仅是30瓦的功率，直射入地下岩层。
所以说这个 Hyper 呢，它的高频主动极光呢是使用20亿瓦的功率直接射入了电离层进行实验。他们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而巧合的是呢，在2010年的1月呢，海地就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7.0级地震，造成了超过20万人死亡。那这场地震呢，令人怀疑的是它的位置，它发生在一条行为与地质学家预测不同的断层系统上。在几个监测站呢，都记录到了海地上空的电离层异常加热模式和电磁异常现象。而 Hyper 呢，在此期间居然也是活跃的。所以当时的委内瑞拉的总统乌戈查韦斯呢，就指责美国是使用构造武器而引发了这场地震的。所以西班牙报纸 ABC 引用这个查韦斯的话说美国海军当时发射了一种能够引发海地海岸附近地震的强烈武器。这个理论呢，当时是被反驳的嘛。最后呢，直到研究人员检查了其技术的可行性。在2001年呢，引发福岛灾难的地震也与多个监测站检测到了电离层异常同时发生现象。这些关联呢，都足以引起龙国的注意了，以至于他们在2018年呢发射了龙国地震电磁监测卫星，接着呢在研究大气扰动和地震之间的联系。所以龙国研究人员就发表了论文他们还探讨了电离层加热与地震活动之间的相关性。随着证据的累积一个一个模式出现，以及重大地震呢，都是发生在与 Hyper 的这个能量被探测到的数小时之前的地方。但这项技术呢，最令人不安的应用是与我们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的无关。因为他们说这个 Hyper 技术还可以穿透人类的心灵。因为他们说人脑在特定的频率范围内运作的，大约是1赫兹到40赫兹，具体呢是取决于你的警觉程度了。而这个 Hyper 呢，可以在与人脑电波完全相同的范围内产生电波，这就让人产生担忧了嘛。因为电磁场可以影响大脑功能，这种现象被称为频率跟随反应。尼克贝吉奇博士呢是《天使不玩 Hyper》的一书的作者，他解释就说这个 Hyper 呢具有影响频率跟随反应的能力，即是将大脑锁定到一个外部信号，然后开始模仿它，并且呢大脑化学呢就会发生变化，而会导致你的前叶的这个微弱的电磁场诱发改变的状态，然后就会让你产生包括宗教的体验或幻觉。当暴露于外部的频率时呢，大脑就倾向于与之同步，这就是为什么明亮的闪光呢会引发你的癫痫了。但是关于这个 Hyper 的这个气象武器有多少是真实的呢？首先，这个 Hyper 绝对是一个高功率的无线电发射器，也只是在加热电离层进行研究。该设施呢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现在在运行并进行合法的科学实验，这些呢都是事实。其次呢，在大部分的历史中呢，国防机构资助并运营着 Hyper。当然了，这并不能证明 Hyper 就是一种武器，但它表明呢 Hyper 是拥有强大能力的，已经超出了公开承认的范围。第三就是构成这个 Hyper 基础的专利明确描述了天气修改和地球穿透应用。而开发这些专利的这个伊斯兰德呢，在2007年去世前证实了他们的潜在军事用途。而关于 Hyper 导致特定的飓风或者是引发地震的更极端的说法呢，是缺乏明确证据的。所以 Hyper 的运行呢，与某些灾难之间存在相关联性，但是相关联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特斯拉的梦想不仅仅是关于免费能源的，也有很多是关于自由知识的，但是军方却将两者都拿走了。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是质疑一切，研究这些设备，支持独立的监测和透明化，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头顶的天空变成武器被他们所利用。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